我在文书中查到，这密文是火熏国使用的数字，对应的就是12346789。这竟然是数字啊！这是刻痕，寻到正确的数字对应刻痕就能开锁。9个数字，8个孔眼，一共是1000万种可能。1000万种可能，那就是根本没可能推得出吧？郎君，这1000万种可能可有点太……安静。郎君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我刘长就算此生不吃不喝，不娶妻，不生女儿，我也要把这1000万种可能一一试过，以报郎君。安静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阿郎曾经教过郎君天音开锁呀。女儿保住了。我看我需要学的是如何治牙药。1、2、3、4、5、2、3、4、5。这没人，我这运气，看守都擅离职守了。有人来了。之前祖宗的画像就在这里面。难怪100个剧都这么拍，原来古代的机关真是这样的。这个锁是这里，那能送我们回去的时空隧道，会不会就在里面？88888。这锁的这么轻易就打开了？怎么没回去呢？但这就是那把锁呀，他是跟我们一起过来的，那猜测应该没错。这座祖宅就是连接过去未来的时空隧道，那我们一定能通过这里回家。少爷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不小心迷路了，不小心就走到了书房，又不小心来到了这个房间，不小心打开了这把锁，就进来了。
不小心。这手上是火熏国的数字，寻常人根本不认识。沈娘子有这等好本事，怎会是个不小心之人？我不知道你说的火寻国数字是什么，但是我就是认识这几个数字。我们以前是做生意开饭馆的，懂得不多，但是数字是最熟的。你看啊，8888888888，全是发，就是发财赚钱的好寓意。这个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太好猜了。郎君，就这么让他给跑不了。若非多方配合，当年的旧案绝无可能做得滴水不漏。崔家覆灭，与崔家有姻亲的沈家，又怎得保全？难道说，他们压根儿就是冒名顶替的？与郎君真正有婚约的，另有其人。亦或是，与我有婚约的正是他们，但他们为求庇护，投靠了什么人？那他们许是旁人的暗中。怪不得，此女子竟然识得火寻国数字，我都不识。他们或许在西域受过训。接下来怎么办？要不要把他们抓回来，严刑拷打？狼环阁门上那把锁，确认是咱们穿越过来时沈氏故居后门上那把锁。那包的，那这把稳了啊！你现在东西都出现了，那雨水院绝对就是时空隧道啊，绝对的。不过现在林少爷已经多少对咱们有点怀疑了，我觉得这有点麻烦吧。不过他一个有编制的，应该也不能直接对咱们下脏手，应该还有缓冲时间。有道理，趁祖宗没反应过来，咱们赶紧溜之大吉。我觉得要不这样啊，咱们再把当天的那些细节再好好回忆一下，去沈氏故居那天还发生了什么？就比方说咱们摸过啥，说过啥，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。也许咱们把当日的情形再复刻一遍，说不定就成了呢。哎，奶奶，我在穿越的时候没有写作业，是不是我永远都不写作业就能穿越回去啊？你这，奶奶看你就是不想写作业，是不是？刘长，天行念2年春，时得萧五郎，五郎才尺度随身，故效此举，承此札记。这是阿爷的手记。对了，公才，你那天穿越的时候，我记得你穿了个人字拖，你没有剪指甲。可是那天你尝试穿越的时候，你没有穿人字拖，你还是没有剪指甲。可拉倒吧爸，这是跟他有关系吗？你人字拖脚指甲，这有那么大能量吗？还左右穿越的事儿？那个，我再想想啊，我从我自身上找找原因啊。你干什么你？我想起来了，咱们当时不是在祠堂吗？啊，咱们不是一起祭拜了祖宗的画像，想要寻求保佑吗？对对对，那咱们这次会不会是再去祭拜一次真人就能回去了呢？等等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如果咱们这次能够祭拜真人，再把这次活动搞得更加隆重、更加庄严，那咱们就一定能穿回去。有道理。天行念3年，
身量稍长，天行念6年。傻爷出事那一年，他早在3月26就已经发现有人在卖官，手甚至已经伸到了兵部。阿爷发现有人操纵兵部人调，所以才会在5月把我和阿娘送回庆阳老家。他预感到自己查下去会出事，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全家人。谁知幕后主使把一切都栽在他头上，阿爷身死狱中，庆阳崔氏一族抄家。这份手札，即便呈堂也是无用。若想翻案，就必须找到更多证据。好像没回去。什么情况？咱回去了吗？啊，不知道吧？阿七，你说这你们在做什么？别怕，洋洋。沈娘子，请。少爷，昨晚的事真是个误会，我可以解释。昨夜，你们一家人潜入某的房间，意图谋害。没有，绝对不是，少爷误会了。
误会？我们潜入少隐的房间，是为了给少隐祈福。祈福？祖父曾告诉我们一条法门：洗手焚香，供奉圣品，挥洒花瓣，向心中万分敬仰之人3鞠躬，就能为对方祈福。我们在少隐家蹭吃蹭住，实在过意不去，便举办了这场法会。是仪式，保佑少隐福星高照，长命百岁。其实，沈娘子并非是与某有婚约的那个人，对吧？那只密文锁根本就不是靠猜能猜中解法的。沈娘子怎会知道密文是什么？不如坦白一点，你们到底在图谋些什么？说出来，也许某还可以帮你。少隐一定要这样欺负我吗？我就是在青阳，崔家小郎君是何等的正直端方，绝不会对落难亲友袖手旁观。我知少隐不易，就因其帮不上你，可还是想奢求一份情谊。可是少隐却想推翻我的身份，彻底撇下责任。原是我们不配，我们会自行离开。某在下，我并非此意，你别哭啊！看来这泪洒当场的戏码，在古代也是通用的。如果少隐想让我走，我一定会带家人离开。只要你一句话。我并非此意，只是二叔与沈家如何，我既不真切了，有许多事情要同你确认。我明白，少隐历经坎坷，难以信任他人。没关系，少隐以后有想问的尽管问，日久见人心，少隐一定会知道我们为人的。我少隐要说什么？这么快就有问题要问了？我是想问你想吃煎茶吗？啊，都不吃啊？哎，我说，这鞠躬祈福这种话他也能写，还真把咱们给放出来了。要我说，还得是咱们祖宗，血缘关系隔代亲，他打断了骨头连着筋，是吧？他根本就没信。那他为什么把咱们放出来了？对呀，如果少爷想让我走，我一定会带家人离开。只要你一句话。我并非此意，只是二叔与沈家如何，我既不真切了，有许多事情要同你确认。反正他没信。哎，
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吃呢？就是啊。自从我们来到永安之后，犯的错误太多了，我们得好好总结一下，错误都在谁。对不起妈，我错了，我有责任。拜祖宗这事儿呢，确实是我提的，但我觉得这事儿他不能全都赖我吧？你要我说，我觉得这责任最大的，那就是阿吉。怎么就赖上我了？怎么不赖你？撒一个谎，你用100个谎去圆，是你倒反天罡说你是祖宗的未婚妻，是不是？那没话说了吧？而且追究根源，我觉得更赖他。你说，要不是你拉着我们拍那个短视频，我们能来这儿吗？我现在还在家睡大头觉，我能来永安吗？这一点我是同意的。这跟我拍视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写的那个短视频的那个脚本，讲的不就是说我们一家子人穿越回古代给老祖宗做菜吃吗？对啊，做的那个叫什么？泉水羊肉。泉水羊肉。啊，姑姑写的脚本不就是穿越吗？哎，阿姐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那个脚本还写了什么？姑姑脚本里写了，我们一家人意外穿越到了古代，然后遇到了冷酷无情的大魔王诅咒，最后在月圆之夜用一碗完美的泉水羊肉打动了他，然后就回到了现代。仔细想想，目前的剧情好像真的跟我脚本写的大差不差。那这个事儿不就简单了吗？咱们就按照阿季的脚本继续演下去。月圆之夜做一盆泉水羊肉给祖宗吃啊，咱不就能回去了吗？哎，可是祖宗现在对咱们的怀疑越来越重了，咱们得想办法稳住他，不然等不到月圆我们就被嘎了。这还怎么稳呢？难不成真让你突破地线和亲去啊？别瞎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瞎说，等我们全都走了，就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。哎，家人们，那人嘛，一顿饭一顿饭喂下去，那感情就容易吃出来了。这祖宗天天吃的，跟牢饭似的。那咱给他做点好的，他吃高兴了，不就好说话了？郎君若不亲自确认当年崔氏案的卷宗，是不会安心的。照理来说，我应该跟你一起去，可是大理寺守备森严，我不敢去，那就只能叮嘱郎君万事小心。甚好。哎，郎君，没我保护，你可千万得小心啊！大晚上腌个肉而已，我怎么跟做贼似的呢？少爷，少爷晚上好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认得出我？电视剧果然撑不起我，果然真相信戴个口罩就是伪装了。少爷身形优越，举止高雅，无出其右，我当然认得出啊。深夜你鬼鬼祟祟的，要做甚？少爷这话说的，你看看你自己。我就说晚上喝粥吃馒头没吃饱，我想去厨房看看还有没有啥，结果啥都没有了。少爷夜行是有要事吧？放心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他这是在威胁我。你们从哪里来？在云水院有何目的？我都已经知道了。祖宗怎么可能知道我是从新种花家来的？带我去见他们。带你去见他们？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回去啊？
不行不行，这会乱套的！啊，我答应你，带你回去，带你回去。这么轻易就答应带我去见他背后的人，是怕死，还是另有图谋？我有病啊！我答应带一个古人回现代，我疯了我！你那边的人是什么说法？我那边的人，不会是说我那些破亲戚吧？不对啊，他怎么啥都知道啊？但祖宗这么凶残，谁敢问？说，那边的人对我到底作何打算？他们对你能有什么打算？他们看到你都得吓死了。而且我们也想找到回去的办法呀，但是我们也没有把握。他答应带你回去，也只是说尽力而为。况且，就算带你回去，他们也不一定会见你的。他们连我们都不见，半年都给我们去了10几回了。我们家混得愈发稀巴烂，根本不受他们待见。所以，那边的人是放弃你们了，那留你们还有何用？你骂的也太狠了！选中你们，安排到此处，总该有缘由吧？这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安排啊！少爷，你放心，如果我们找到了办法，一定带你回去，好吗？他怎么会要跟我们回家呢？哎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呀？他前段时间还以为咱们是他的冒牌亲戚呢，他怎么现在什么都知道了？啊，我也很惊讶，我也希望是我误会了。您别说，真不愧是咱们的祖宗，神通广大，什么都知道。不是吧？这多一个人回去，这多一张嘴吃饭呢。你说咱们回去啥也没有，这养自己都费劲，怎么养得起他呀？那毕竟是咱们的祖宗啊！你说祖宗都开口了，咱们做后代的什么都不做，不合适。你倒是挺孝顺，等回去以后，咱们那饭馆都快倒闭了，你自己都吃不上饭了，你还有心思孝敬人家呢？你要想孝敬也行，毕竟是你们家祖宗嘛，你自己想办法养活他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咱们先穿回去，然后呢，看能不能穿回来。如果真能穿回来，那咱就接祖宗。大概率咱是穿不回来的，因为这个穿梭它不可逆向，到时候咱穿不回来，就接不了祖宗，接不了祖宗，那祖宗也没法找咱们理论，是吧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怪不到咱头上呢。你们说呢？沈家背后的人都放弃他们了，却还是把他们派到这儿，那就说明他说不通呢。哎，郎君，要不干脆对沈家动个思想拷问一下，什么不就水落石出了吗？先前吓唬他们也就罢了，真的动私刑并不合适，这里不是地方。他京畿做任何事情都要慎之又慎，拷问容易，收场却难。哎，郎君，你看啊，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，他们派这5个蠢材来是为了麻痹你？你的意思是，跟聪明人交手，大致能猜到对方的下一步，可对手是一群笨蛋，就根本无法预测对方的行动，反而能出奇制胜。对。哼，我发现你最近越发通透了。郎君也这么觉得？唉，我本想留着他们顺藤摸瓜，如今看来，他们只是一部废弃，留不得了。昨夜未能在大理寺找到崔氏案卷宗，我今晚再去一次。到时，你负责处理沈家人。将一切埋葬在这儿吧。埋？不是这种事儿，你交给我呀。
我也不想害人呐，可是我得保护我们家郎君啊！我要好好保护他。阿哥，哎呀，你醒醒！你醒！我这有点下不去手啊！再往上点儿，再往上点儿，再往上点儿啊！哎呦！醒了！你怎么醒了？这些都是骗人的！根本就打不晕啊！什么人？这厮违反宵禁，追！贡菜，你醒醒！贡菜，贡菜！什么情况？林燕，你别出声！求见少爷，有贼人向云雪院方向来了，我得要进去查看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还有脸问？求见少爷。叶行被发现了吧？少爷，做什么？我有办法救你，但你记住这次你欠我的。抱歉啊，诸位，今夜是妾在外夜行，违反了宵禁。娘子，方才那个夜行人，我瞧着仿佛是个男子。夜这么深，郎君怕是看错了，那就是妾。妾是少尹的表妹，今夜少尹肚饿，少尹妈素来金贵的，妾只好出门，想是不是能撞上鬼事。抱歉啊，给诸位添麻烦了。娘子难道不知，违反宵禁是重罪？知道，但是少尹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。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说错了，我刚来永安不久，知不大道。少爷，啊，给各位添麻烦了。暗例夜巡还遇上这桩事，表妹是因在下之故才会夜巡，并非有意违令。她曾在乡间度日，夜禁本就不严，刚来永安也是不惯。况且她一个小娘子，亦未能做出什么大事。就按律，以前相熟，承诺往后再不犯戒，可好？少尹都这么说了，那有劳，有劳。永安若没有诸位，恐不能如此安泰。我跟我家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害你，你为何要杀了我们？你方才替我掩护，不过是你自己也怕身份暴露。堂堂京兆少尹，半夜鬼鬼祟祟出行，你的秘密用脚想都更严重吧？但我们是真的拿你当家人看的，我们还答应要带你回去，你知道这事有多难吗？这事儿当然难了，你们这批摊子早已被背后的人彻底放弃，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带我回去。什么探子？你以为我们是别人送到你身边的探子？
难道不是吗？你有病啊！来，你现在让那群官兵回来验验，看我们是个啥？我跟我家人唯一的盘算就是能有个地方住，然后找到回老家的办法。你昨天说要跟我们一起回去，我们还想着真的千难万难也要带你试试，结果你怀疑我们是探子，哪个探子会答应带你回老巢啊？你说。那你之前说你不知为何被安排来此，是何意？谁安排你来的？什么安排？林少爷，有没有可能我说的是不知道老天为何要这样安排？我们不想流落永安，结果却来了。我不知道老天为何要这样安排人。那你为何能轻易打开那火寻国数字的密文锁？火寻国数字，少爷，胡汉通商，什么技术方法我们都得学点儿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那锁就是我碰巧打开的。8888谐音发，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很难吗？拜托你下次有什么不知道的当场就问，别事后编出一套什么狗屁火寻国探子的故事，亏你想得出来。猪娘，不是，还没熟。少爷，我麻烦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这兄长被人下药迷晕了，还能就地打鼾。我爸、我阿姨就会跟在我阿娘身后。我娘，我几岁大的侄女，我们谁看起来能跟你作对啊？刘长，哎，醒醒！刘长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啊，不是你那天，你两眼一眯，你看见远方，你出了一道沈家人，把一切都埋葬在这儿吧？你跟我说的呀。我的意思是把这个事情埋葬，不是把这家人埋葬。你找个地方把他们看管起来不就好了？看管？我看明明是软禁吧。林燕，你知道我们今晚在做什么吗？我们给你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，想感谢你。为了这顿饭，我昨晚还去厨房腌肉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你倒好，你良心被狗吃了你！沈娘子，你闭嘴！哎，好嘞。是我误会了我们家郎君的意思，给诸位赔不是啊。有你们这样误会的吗？你这一误会，差点把我们一家子活埋了。哼，是在下误会诸位了。你们不肯援诱是应当的，只是在下终归要说抱歉。郎君，各位别怪我们郎君，都是我的错，要罚要打要骂，我都忍。对不住伯父，哎呀，对不住伯母，哎呀，对不住哎呀，对不住沈娘子。行了，别搞这个，别搞这套啊！少爷，行，可以了，少爷。哎，行，可以了，我知道。哎呀，起来，行了，先起来。看来你们俩啊是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，那这件事儿就接过吧。不过林少爷，我们确实是有求于你，想借着你和我们家的关系在这暂住一段时间。我们绝对没有其他意图，也希望少爷不要再这样猜忌我们了。实在对不住。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啊！算了，来，少爷，坐，坐，不合适，听我的。来，坐呀，少爷。哎呀，吃，洋来。饿了半天了都。刘长，吃啊！这锁好好吃。吃啊！好吃。多吃点吧，少爷，补补脑子。哎，
多谢沈娘子。少爷，我来洗。哎，沈兄，本就是我有错在先，这点小事理应代劳。不是，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。再说你还是我租给我们房子的人嘛，这不合适。不用，真我来，这不合适。不行，这不行。别谦让了，就让我兄长洗吧。麻烦少爷跟我来一下。啊，你去吧，我来。天，你帮我刷完了，我还不想折寿呢。这是青阳的小吃米豆腐，工序复杂，刚刚做好。知道少颖这些年很不容易，一定很怀念家乡的味道，就特意给你做了这道小吃。你差点把我们活埋了，我们还对你这么好，你是不是很感动啊？你要是很感动，你下次就别干这种缺德事儿了。抱歉。哎，你今晚夜行干嘛去了？有些事还是少知道为好。懂。只有青阳人才知道如何做米豆腐。不一定，互联网人也知道。你们说想回家去，是想回青阳？其实我们老家也不在青阳，是后来去青阳认识了你阿姨阿娘，反正就是很辗转，哪儿都混不下去，最后又来了永安。不过我们还是很想回自己真正的家的。别担心，总有一天会有办法的。不说了，你快吃吧，放久了就不好吃了。米豆腐多是做咸口的，但是我爱吃甜口，所以给你做了甜的。从前，我娘也喜欢做甜口的，10多年了，我都快记不起它的味道了。你这样说，我都要心软不生你气了。今日之事，确确实实是我错了，望你们宽宥。他和沈娘子认识之前，性格冷血，狠辣无情。这也没有爷爷说的那么狠。什么？我说你一个少尹还愿意认错，还愿意改，很难得。其实看你这样，我家里人早就不生气了。那你呢？那你呢？你相信沈家人了吗？
赢了！我告诉你啊，要是安然在啊，此局出仆，我不会赢得那么轻松。太无聊了。这都是阿爷第几次提起林燕了？我看，他才是阿爷的亲儿子。阿爷为他取名为燕，取名字都从了我们兄弟的偏旁。改名，让他认祖归宗算了。要是他真是我亲儿子，那还倒好了。你给安然送的信呢？阿爷下令，安敢不从？信估计这会儿都到了。郎君，郎君，这是赵王殿下从素水城写来的。那殿下不是说，自打郎君进京之后，得圣人青眼，自当避嫌，理应减少这书信往来吗？恐怕是有什么要紧事吧。赵王殿下是要我设法接近福惠长公主，探听朝中动向。福惠长公主，就是那个驸马坠崖昏迷10余年，爱好广收禁诊的那个长公主啊。是啊，不过赵王殿下为何忽然在意起朝中动向？殿下素来心系百姓，或许他就是想在意在意呢。哎，对了，昨夜我潜入大理寺，查看了当年崔家旧案的卷宗，证据做得很实。幕后主使若非在朝中根基深厚，做不到这般。那咱们不就有大麻烦了吗？郎君，我观你像是对殿下一直有所保留，就连咱们翻案这事儿，你都从未向他提及过。事到如今，郎君就不想向殿下求助一下吗？当年你我从崔家出逃，流落在外，是殿下施以援手，我们才活了下来。殿下对你我都有恩，我不想有朝一日牵连到殿下。阿爷手札中提到的萧五郎，恐怕就是长公主家的那位。长公主在朝中人脉广博，又是萧五郎之妻，接近她，定会有新线索。啊，对了，这沈家人呢，他们嫌弃咱们家厨房做菜太素，吃不惯，非要自己下厨。我说那哪行啊？他们一家子那么古怪，我再让他们进厨房啊，万一哪天在咱们饭菜里头下毒啊！沈娘子说的对，他们的确蠢笨，无论如何也不至于选他们做探子。何况到如今，只有我伤他们，他们确实未曾有半点对不住我。那我还用盯着他们吗？不用，他们的米豆腐做得很正。往后厨房就随他们用吧，你也去多采买些食材回来。哇，好香啊！肥瘦相间的小羊羔，小火慢炖足足1个时辰，汤清肉烂，香气四溢，这绝对称得上是一盆完美的泉水羊肉。完美是肯定没有那么完美了，为啥？但是我可以证明啊，这绝对是你们老爸能做得出来最好吃的泉水羊肉了。想要更好吃，绝对不可能了。哎呀，老婆你能不能偶尔也夸我一句？行了行了，快你们尝尝尝尝，都尝尝都尝尝。完美的，完美的，老爸最棒。真的吗？来，奶奶给你加一个啊。来，所以我们只要在月圆的时候，用这盆完美的泉水羊肉打动了祖先，我们就可以回到现在啦。大概率是这样，没错。但离月圆之夜还有好几天，要不我们趁着最后的时间搞钱怎么样？好。我来的时候，我的金首饰还有泱泱的长命锁，不是都带过来了吗？那我们在这赚的钱换成金子，也能带回去了。绝对可以。这样，那咱们明天继续做煎饼果。耶！今日下朝，礼部的人说起，福惠长公主今年仍要举办七夕诗会，宴请世子名流。
若能借着诗会与长公主交友，倒不会显得刻意。是啊，我听闻长公主宴请一向随心，往年还请了那桂香酒楼的柳家，对商贾人家没有成见，可为什么偏偏就是不往咱们京兆府发帖子呢？他爷不在后，连这几任京兆尹都做不长久，更无心与各处往来，想来与长公主府也就疏远了。哎，要不我直接替郎君去求一份得了。自行求帖，就显得有攀附之心了，也过于惹眼。结交贵妻是越自然越好。我再想想法子。煮茶的炉子呢？嗨，昨天大半夜的，沈家人管府上借了不少东西，说是比他们先前摆摊用的都好。郎君昨日不也交代过，书房以后就任他们取用。我一想，我就给他们了。我为崔家翻案，前途未卜。就算对外只说沈家是表亲，若有一日，也还是会牵连到他们。郎君的意思是，早日解除婚约，把他们送出永安。沈娘子对婚约倒并不执着，他们来云水院投奔，只是想让家人暂时有个容身之地。也说了，他们其实很想回老家去。那这不正好吗？当年崔家出事，沈家肯定也受到了牵连。沈娘子不提，我不能装作不知。即便要让他们走，我也该尽一份责任，保障他们往后的生活。那要不就给他们一笔钱？那反倒像是要赶他们走了。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他们做生意不易，就多帮衬着。刘成，哎，你辛苦你看着些，他们若需要什么，就都拨给他们。明白。已经全拿走了。煎茶用的平秤、炉子并炭火，还有盐，全借走了。还真客气。哎，鬼子啊，你说祖宗这东西它就是好，你看这炭火，也不冒烟，哎，它还不熏人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永安城独一无二的煎饼果子，1钱1张。本朝独一家的煎饼果子重新上市啦，包君不后悔的。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。看一看呀，这就没有了。您看一看。不要。哎，我就纳了闷儿，就这么短时间，他们就把我这煎饼果子给吃腻了。哎，你煎饼果子上。真香呢！这里面有鸡蛋芝麻，果然是人间美味。爸，我知道，我看见了。他们那煎饼果子从哪儿来的？煎饼果子，聚贤巷特供啊，1钱3张，难得一尝啊！甜口咸口我都有啊，都有。那边也卖煎饼果子，走。慢走啊，客官。1钱2张啊，这有均挑选。这是你的，这个什么？好，拿好。哎，各位客官，咱们先1钱3张，1钱3张。对，1钱3张，物美价廉啊！1钱3张啊，物美价廉。你看看，这咱家的煎饼果子吗？这家果是你的。哎，他这么大的酒肆，抄咱们的，他要不要脸？怎么好意思？各位客官，别急。为了赚钱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那咱们怎么办？他抄了咱们的了，价格又比咱们低，那要不然咱们也降价。那云来进货肯定比咱们便宜啊，搞价格战没优势。那没优势你。这些就是云来酒肆抄袭咱们做的煎饼果子，我把所有口味都买回来了，咱们尝尝看到底怎么样。来，洋洋。哎呀，是鱼排，好好吃。这味确实不错啊，这里面放的有。
直接自己尝尝，味道也一般嘛。对咱们俩还是略逊一筹。哎呀，不过这煎饼果子啊，本身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只要用点心，很快就能学了去。谁说这煎饼果子没技术含量？少爷，哎呦，少爷，这是全饼宴啊。哎，少爷，快，你坐，你坐。少爷，你试试看。好。刘郎君，哎，来，你也尝一块。多谢伯母。不客气。这煎饼外边蛋皮软嫩，里头那个像馓子的东西却很脆生，好吃的紧呐。少爷，你觉得如何？好吃。可是今日出摊卖的不好。不是，这些煎饼果都是云来94做的，他是抄我们的，也没人管。少爷呀，这事儿你得替我们做主啊！是啊，青藤大老爷，不是就没有一条法律可以约束他们的吗？没事没事，少爷，我们应付得过来。再说了，这做生意要赚钱，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的。我们没事没事啊。其实这煎饼也不过如此。刘长，你说是吧？细细一品呢，这煎饼它还是沈娘子你们家那煎饼有嚼劲，有回味。刘长叔叔，你在骗人对不对？刘长叔叔，不用安慰我们。云来开始跟风，想必过不了多久，满具贤相都会有样学样，市场很快就会饱和，还是要尽快改换赛道。何为市场，又何为赛道？都是一些我们自创的词，这简单来说就是换个东西卖。想抄呀，可以，只要跟得上我们。沈家羊肉串特卖会今日正式开始！正式开始！当不啷当当，当不啷当当，当不啷当当，不啷当当，不啷当当。家人们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？羊肉串！这羊肉串外酥里嫩，混合着豆蔻与胡椒的辛香，加上盐与孜然的调味，层次分明，回味无穷，让人吃了根本停不下来，一口接着一口啊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真热闹！走，过去看看，这羊肉串真的这么好吃吗？我也尝尝！别走！别走啊！哎呀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从小到大，我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串啊！真的这么好吃啊！王掌柜，那家又开始卖烤肉串了，他们家又弄了些新花样，把人都引走了。平时这么一大把羊肉串，怎么也得30-40钱吧？今天
我们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，打下来啦！今日只要在直售摊购买，我们就不要40钱，不要30钱，不要20钱。20真便宜啊！便宜啊！只要10钱就能有这么一大把的羊肉串。好，史无前例，10钱这么多。哎，是不是还不够？我们买1把送1把。是不是还不够？我再送你们1把。哎，闺女，不能再送了，再送咱们就亏了。哎，再送就亏了。闺女，不能再送了。不行，客人如家人，我一定要让家人们享受到最实惠的价格。今日。只限今日，在直售摊就能享受到10钱3大把羊肉串，家人们是不是很心动？想入手的家人们，给我把沈家羊肉串好吃喊在公路上！沈家羊肉串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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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3、2、1，上羊肉串！早就说要请你吃饭，结果那日光顾着喝酒了，饭也没吃好。我还喝多了，喝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正好今日我们退朝早，安然兄又要去西市巡查，顺道给你补上。安然兄，少尹御史，咱们这么互相叫着呀，显得不亲。叫你阿燕呢，又不合适。安然，我叫你安然正好。我行12，以后你喊我12郎便是。裴御史，我们似乎还没不公干的时候，你就叫我12郎。12郎，不必如此客气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咱们不必客气。先前免费试吃的那个沈家呀，听说现在在卖那个烤羊的那个肉串哦，3大把只要10钱，这我还是请得起的。咱这就去尝一尝。但我有一点挺纳闷的，这个羊肉如此金贵，你看我的俸禄不高，品阶不够，每年发俸禄啊，我1只羊也分不着。这个沈家的羊肉，为何竟能卖得如此便宜呢？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啊。想抄啊，可以，只要跟得上我们。还请少尹再借我们样东西。什么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少尹上任，朝廷发的补给里应该有羊吧？安然兄1年可分几只羊啊？哦，够吃了。那就是起码有4、5只羊吧。别急啊，别急！我到了，新鲜的羊串，新鲜的羊串！哎呀，终于到了！你说咱祖宗的福利待遇就是好啊，能发这么多羊呢。我跟你说，这多亏了祖宗。走的时候啊，别忘了多好吃的，犒劳犒劳人家。没错。哎，别挤啊，别挤，往后啊，都有，别挤啊！谢谢啊。哎，排队，哎。摊子不大，胆子倒是不小，竟敢跟我们原来对着干。别着急啊，小心烫都有啊！排好队啊！别挤，散了，走了啊！都散开！家的，像是出事了。先看看。我们云来的客人都是身份尊贵，在我们云来用餐主要讲究一个敬事。哎。看看你们这些摊子，吵得我们这些客人食不下咽，成何体统啊！搬走！哎，别动！不行，干什么这是？不行！不要你们动！洋洋，你给我走开！别碰我女儿！洋洋，放下！你干什么？看你们谁敢动我们家人！妈，看你们谁敢动我们家人！没事吧？谁敢？你没事？干什么？小心你！呦，
动刀了，动刀了！洋洋没事吧？我老婆我都不敢动，你们哪个敢动？想死啊！这位郎君，官司令里可有哪条说了云来酒肆外不能摆摊？怎么，你是不肯搬？明眼人一瞧便知，我们不曾妨碍任何店家。你若要强拆我们摊子，我们恐怕得通知武侯来。哼，小娘子敢在我云来的地界叫武侯，你可曾想过武侯来了该怎么判你啊？啊！希望届时小娘子在那大牢之中，也可像今日这般伶牙俐齿。大牢？怎么就大牢了？聚贤巷商贾中，竟有这等英豪，能一句话断人牢狱。哪儿来的野犬乱吠啊！我们云来在聚贤巷是太久没立威了，怎么着？什么人都敢来管我们的闲事啊？谁呀？谁？我看看谁？谁？哟，此人何人呢？新上任的少爷。林少爷。可瞧清楚了，是什么东西在管闲事？林少爷，冯某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你还不跪下？好大的胆子！不是我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叫少爷什么野犬啊？你想死啊你？哎，少爷，方才啊，是底下人不懂规矩乱说话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了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误会了少爷。今日啊，是这个沈家的摊位啊，阻塞了方士，严重的妨碍了我们聚贤巷的这个食肆的经营啊。冯某好意上前劝阻，没想到沈氏一家啊态度强硬，还辱骂我们。你这不血口喷人吗你？说八道啊！我这是掌柜误会了一点啊。某不是才来的。从你一开始带人过来，某就在看着。多谢冯掌柜。裴御史，某刚到京兆府不久，当巡查方士，肃清不正之风。今日多亏了冯掌柜体恤某为官不易，特来恃强凌弱，为某增添一桩功绩。某定为少尹好好记上这一笔。城强扶弱，除恶务尽。有劳裴御史。误会，我天大的误会！刚刚冯某所说都是些玩笑话，实则是冯某看沈氏一家他摆摊辛苦，所以冯某便带了些人手过来，想着他们需要帮忙啊，缺少人手。你还跪着干什么？帮忙啊！起来帮忙！是，谢谢少爷。帮！多谢少爷啊！哎，多谢。干什么？这手拿开！谁让你帮忙？我也帮忙，我也帮忙。锄强扶弱，仗义直言。安然兄不愧是吾辈楷模呀！再给我来一把！你沈家这个摊子人太多了，要不我们换一下吧？都听老板再来一把。12郎的。请。等一下，未来女婿。伯母，未来女婿。呸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少爷，我这跑得太急了，我这脑子一下子没转过弯来，我喊岔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少爷，不好意思。别急。刚才多谢你帮了我们，然后这是阿季。哦不，这是我们家韶光刚烤的羊肉串，你快拿着，还热乎着呢。这不合适。快，少爷拿着，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哦，少爷朋友还在呢，那我就不打扰了啊。不过少爷，这没有你，我们家这生意也做不成。该你的那份营收，我们得给你啊。我去卖羊肉的那块问了一下市价，又加了1成，也不多。少爷别嫌弃啊，拿着，来。不行，少爷，你必须得拿着，咱们都说好了，快收下，趁热吃啊，趁热吃。刘成，跑过去。女婿？什么女婿啊？12郎听错了。我的耳朵呀，
打小便能听见3丈以内的任何声响。以前在乡间，10里8村的所有传闻都能入我耳内，我绝不可能听错。他就是喊你女婿了。我与沈家相识，父母曾为我与沈娘子定亲，此事还请12郎替我保密。指腹为婚呐？那沈家是商贩呐，如此人家，你与之结亲，传出去，会影响仕途的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传出去的啊。啊，这倒是，没什么。没什么，这怎么能是没什么呢？你与之结亲会累积子孙的，指腹为婚，那就是不曾纳征了，那是做不得数的。你警醒着点啊，你莫被这家人给缠上了。12郎，他们不是那样的人，也请不要妄下定论。你呀，他们家人就是用这种吃食想要笼络你。哎呀，这闻起来还挺香的啊，带我来品尝品尝。我对于品鉴美食佳肴还是颇有心得的，乡村野夫的一般吃食是打发不了我的。美味呀，真是美味，简直是人间绝味。与此相比啊，以往品鉴的那些美味佳肴，根本都不值一提了。真想不到啊，这个沈娘子啊，竟能做出如此的美味来。此女子真是人间少有啊，难得呀，难得。其实商贩人家也没什么的嘛。安师兄，我突然觉得，你若是与沈娘子结亲，还是应该早日送她离开。嗯？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哦，都给你吃，这些都给你吃。哎呀，安然呐，我是请你吃饭呐，这使不得呀，这。老娘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啊！我，哎呀，说这永安有多好，随便就卖点这羊肉串，就挣这么多钱啊！古代人他有品位，他知道欣赏我的厨艺，搞得我都不想回去了。哎呀，沈先生，你那是仗着现代人的信息差，做了这边人没有吃过的东西。你要是真有本事呢，咱们家那小饭馆也不至于被你给开垮啊！那羊肉串也是我一串一串啊！你说什么？来，大点声。我说你说的对。古代钱虽然好赚，但根本没处花呀。安不了 WiFi， 那不能上网，不能追剧，没有辣椒，没有空调，用水得自己打，上个厕所还得自己倒。是，你说就这破地方，混，游戏打不了，电视剧看不了。要我说呀，咱们还是混，带着金子回到现代，美美的躺平，这是正事儿，是吧？哦，哥哥，你哪天没有躺平啊？怎么这么？你妹妹说的对，你真得向我好好学学。我真的是出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长得又帅，完美的身材，一副一家之主的样子啊！哎，你才挣几个子儿啊？你这就已经开始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姓沈。其实我也喜欢古代，我们轻轻松松就能赚来这么大一桶钱，而且我还不用上学，不用读书，还不用写作业。哎，奶奶可跟你说，咱们要回去了，你那作业都得补上，知不知道？别学你爸。
我小时候可都是按时交作业了。咱们再接再厉，趁现在还能挣的时候，咱们一定要多赚点儿，这样回去以后生活也会更好。不是妈，我这每天晚上穿羊肉串，穿的都冒火星子。你看我这手，一股羊膻味儿。我也穿了呀，我还烤呢。羊肉串要切肉，花时间腌制，再一串串的串起来，确实费时费力哈。那咱们要想多赚，还是得卖那些能批量生产、单价又高的东西啊。这啥啊？这几天有的客人说肉串吃多了噎得慌，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做点饮料搭配着一起卖？哎，有道理。这什么香料啊？是香。行了，你的热忱。多谢啊。哥，你今天不能偷懒啊，爸妈去采买了，只能靠你了啊。知道了，我有那么不靠谱吗？对我的误解很深吗？好，诸位，有被辜负过吗？啊？有体验过一片真心零落成泥的滋味吗？是炎炎夏日都觉得内心发寒的程度。今日，我们沈家小饭馆研制了快乐之水，这招牌之一啊，便是名为“暴打负心人之绿饮”。暴打负心汉绿饮，哎，解渴解压，可随身外带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大家可以现场体验暴打负心人之感。诸位这边请看。诸位，这就是我们制作暴打负心汉绿饮的过程。这个时候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，让它释放出来，把内心多年的痛苦通通的爆发出来。想想你们心中的那个他。不要控制自己，要爆发，暴打天下负心人，暴打负心人，暴打天下负心人，暴打负心人，暴打天下负心人，暴打负心人，暴打天下负心人，暴打天下负心人。哥，做生意呢，别真想到跟人跑我的钱，嫂子哈。诸位，失礼了，诸位请看。好清香的感觉呀！一摇往事如烟散，二摇前程似锦来，三摇富贵长安宁。哎，请开鸿运！开鸿运了！哇，好清新啊！这得什么滋味啊？哎呦，还有冰块啊！哪是冰块啊？这冰块消暑可多好啊！诸位，我替大家尝一尝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此生从未喝过如此美味的茶饮，实在是太好喝了！太好喝了！好啊！我要一份羊肉串，我还有一份这个。好，帮我打负心汉绿饮一杯。其他绿饮瞧着也不错，给我来一个这个。我要一个这个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都有都有啊，一个一个来，排队等等。我就要这个，哎呀，前2次说要请安然兄吃饭，都没吃好，这反而又让你请吃饭，真是过意不去啊！这是何物啊？啊，这是沈家人特制的茶饮，名为乌梅。名为乌梅。刘成。啊，此茶饮名为乌梅波波万事如意圆。没错，乌梅波波万事如意圆，万事如意圆，好名字。怎么就我说不出口呢？好喝，
这名字是沈娘子起的吧？这沈娘子真是玲珑心思啊！安然兄，你好福气呀！听说十二郎最近想要预支俸禄，是遇到事儿了？哎呀，张侍郎这个人，他都把我给推回来了，你又把这个事儿说出去，这个人真是的。若是有难处，不妨同我说说。哎呀，没什么的。我当十二郎是朋友，朋友之间有难处，怎么还瞒着？其实啊，是长公主啊办了个七夕诗会，把帖子送到御史台了。诗会有何为难的？这寻常的宴会啊，倒也没什么，但这长公主的七夕诗会啊，堪称永安的名宴，我是真想去见见世面的。可无奈，我没有一身好点的衣裳，于是我就想赊匹券，无奈张侍郎不同意，那就不去了嘛。还就这事儿？我替十二郎做一身衣裳不就是了？真的？真的。哎呦，算了，不了。京兆府本来就事务繁杂，你们的俸禄挣的也不容易，算了。那不如你借我一身如何呀？好，任君挑选。多谢安然兄了。你说，请你吃饭没请上，这又借了你一身衣裳。这诗会安然兄也去吧。十二郎也知道这京兆府是个烂摊子，这些年与长公主府疏于交集，某又新官上任，哪好意思去要帖子？这怎么行啊？安然兄，你放心，御史台要张帖子还不容易吗？这事包在我身上了。哎，长公主嫌之前的厨子没有新意，正在到处寻觅啊有新意的良厨承办诗会。哎，这有新意的良厨，你这儿不就有合适的人选吗？两位久等了，这就送给两位。谢谢。抱歉诸位，实在是没东西了。这样，大家明日请早，好不好？各位暮鼓时分了，我们该收摊了。各位明日再来哈。抱歉啊，抱歉。今天生意也太好了吧！真是没想到，第一天生意这么好。钱都干哪了？真厉害，关泱泱。哎，那么一大桶功课做完就金榜题明红，密则如意郎君超嗲小娘子，暴打负心汉绿野，乌梅波波万事如意圆。洋洋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姑姑这人，她缺德就缺在这儿，她就是想古人嘴里念这些词儿，这简直是礼崩乐坏。爸爸，你还会成语了？礼崩乐坏是什么？我怎么不会哦？就崩坏嘛，就崩坏。崩坏。这个茶饮瞧着新奇，可否备下几桶，明日送去军中啊？哎呀，群爷，没问题，一会儿啊，我们若要送去军中，请恕不敢从命。哎，你这为何？将军说的军中是指的羽林军吧？禁军守卫天子，责任重大，饮食采办呢自有定例。寻常人家怎么敢送茶饮去军中？这茶饮罢了，也不敢送。到底是小女子主事啊，缺了胆色。将军，这茶饮煮在我们锅里，还是煮在军营的锅里，不都一样吗？那何不让公厨的人煮呢？你是想卖我方子？我们不会在永安久留，这方子也就没有藏私的必要。不卖茶饮是担心自身负不起责任，但我愿收茶方。禁军守护太平，应当尝到永安最新最好的茶。哎呀，方才还说小娘子没有胆色，倒是我看走眼了。将军谬赞，您稍等。将军稍等一下。敢想敢干，若他一直留在永安，混成一代巨贾，也指日可待。郎君其实很欣赏单娘子的嘛。胡说什么？将军，方子。多谢。走。哇！
哇好，才不外露。没事，这么多呢，你怕什么？哎，姑姑，少尹来了。哎呀，哦，少尹，刘郎君。哎，还有饮料吗？给人弄点。啊，不用，我来是有事与沈娘子商量。啊，这样，这还有2杯蜜德如意郎君超嗲小娘子，请少尹和刘郎君尝一尝。多谢，多谢。啊，行，你们聊着。洋洋，来。哦。哎，这个超嗲小娘子总有一日能觅得如意郎君，好喝吗？好喝。不是叫觅得如意郎君超嗲小娘子吗？改名字了？没改，少尹念的对的。你故意的。我阿兄说这名字太礼崩乐坏，我本来没觉得，林少尹你念了我才觉得是。别笑了，阿基。原来逗别人玩是挺有趣的。少尹来是有什么事儿要商量？福会长公主正寻人承办今年的七夕诗会，我便托了御史台的朋友去说相，你们可愿意一试？什么？让我们承办长公主的七夕诗会？啊？我可不同意啊！你可千万别揽这活儿，咱们家摆摊赚点钱得了，办这种贵族宴会，这一个弄不好可是要杀头的。阿季啊，你妈说的对呀，就算咱们把这个宴会做好了，树大招风，太惹眼了。这回去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，稳妥一点。有道理。那算了吧，散会。走吧，散。来。哦，对了，祖宗说了，承办宴会的报酬呢是1块金砖。你这么说，其实这东西吧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俗话说得好啊，富贵险中求。对，这事儿也不是不能试试。你妈说的又对了呀！啊，你说咱们在现代的时候办过多少次大型宴会？对啊，出什么岔子了？没有啊！你说这古代的宴会能出什么事儿？是啊，哎，咱们在现代办过宴会吗？怎么没办过呀？你看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说公在结婚的时候啊，在咱们家那个1楼小饭馆办的婚礼？怎么又提这种黑历史啊？爸爸，你和妈妈的婚礼是在小饭馆里办的呀？对啊。我听我的好朋友说，他们爸爸妈妈的婚礼都是在漂亮又豪华的大酒店里办的。他们那是中看不中用。再说，大人的事儿你不懂，洋洋，你不懂。那大家都考虑好了，既然都想好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开始准备吧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七夕节要做花糕，既然要来点新鲜的，那就用乳酪做个奶酪馒头吧。沈公菜可真行，1天了不见人。哼，这谁写的水平还不如我呢？哈哈。沈公菜，沈公菜，你给我起来，别装死。怎么了？我忙活到现在，爸妈带着洋洋出去才满1天了，你在这给我躺。哎呀，起来！头疼。心脏疼，真的，想吐，难受，真难受。懒死你得了，还浪费粮食。哎呀，我是真难受啊！想让我干活，
门儿都没有。这省贡菜种地不出苗，懒死你算了。省贡菜你还知道懒？少爷，在你眼中，沈兄的头是有多铁啊？啊，也不会真打伤啊。哎，怎么能让你干这种活啊？你可是你可是少爷。毕竟这些是要给长公主殿下准备的，我还做了保，得亲自上手才放心。怎么了？笑什么？我脸上有东西。别！哎。我是笑，少爷你人真的很好，你明明就是想帮忙嘛，怕我有负担，还要找个借口。想多了。哎，等，少爷，你这衣服肯定不便宜吧？你别弄脏了。衣服倒无所谓。哎，给我了你怎么办？别乱动，你系不来。这是我阿娘自己做的，叫袖套。还有我身上这个围裙也是她做的，她手可巧了。好了，不是，你呀，没事儿，少爷天生豪杰，英雄气概，骑着区区少女粉，能掩盖的？七夕花糕，还没有上长公主的桌台，先给少爷尝尝吧，便宜你了。那看来我气运不错。嗯，给。哎呀，好吃。这时候七夕多是备一些瓜果，也有糕点，但毕竟乞巧嘛，肯定还是花巧漂亮的糕点比瓜果梨桃合适些，所以做了这款七夕花糕。这般用心，是因为七夕吗？是因为长公主听着就有好处。我可不喜欢七夕。牛郎对织女见色起意，私藏起她的衣衫，以爱为名，诓她留在人间生儿育女，哪来什么爱情传说？根本一开始就没有给织女选择的自由。你说的有理。不过，编写故事的多数是儿郎，着意掠取也好，无心施为也罢，大多都不会思虑你说的这些。谢谢啊。我觉得这味道还挺好的，而且还便宜，再打包一份。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
最开始写牛郎织女故事的一定不是女孩子，否则牛郎偷了织女的衣服，还绑她在人间，织女怎么可能还会爱上他？想一想都知道是被迫的。那牛郎也是因为喜欢织女才这么做的。那是喜欢的前提是尊重啊，他至少要尊重对方有不喜欢他的自由啊。哎呀，又死了！怎么这个这么难？不是你就看个剧而已，烦不烦？这剧啥样跟你有关系吗？吃饭。不愧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京兆少爷。格局。格局是何意？就是说少尹为人大气，心胸开阔，不像有些人即使考了编，但本质不行。还得是我们家基因好啊。什么考了编？基因这些又是何意？都是一些我生造的词儿。那个考编，考通靠。有的人善于编故事，靠这个谋生。基因基本上因为我们家好，你跟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你也很好。哦，骗子啊！我看沈娘子才是考了编，满口胡言乱语。考不上，真的考不上。十二郎这是身上长虱子了？你借我的这身衣服啊，太风雅了，嗯，衬出我这裴氏子孙的风姿来了。此去啊，我那些族兄弟要见到了，估计都认不出我来了。周郎君真是好才情，人靠衣裳马靠鞍。十二郎瞧着也确实成些体统了，是吧？哎。几位大人，你这是好话吗？三郎，我有旨酒，嘉宾试宴已熬。我有旨酒，以宴乐嘉宾之心。今日诗会，恐怕只有某一介白参，不想某一介商贾竟有幸受邀。说笑了，你可是柳峰柳家三郎啊！三郎的桂香酒楼讲究一个雅字，唯有能出千古绝句者，方能在你家酒楼的影壁上题诗。三郎是长公主专程去请的，你若是不来，倒让这宴会失色不少。哎，是，三郎请。这就是书里写的曲水流觞啊！真好看。沈娘子稍等，烦请替某煎一碗茶。少爷，我不太会煎茶。我知道，走。十二郎，如今讲究格律，乐府肆意洒脱，别有一番风味，你觉得呢？喜欢乐府啊？
安然兄那里竟是不喜拘束、自在洒脱的，但某以为诗300才最佳。是，有桃夭、关雎几篇，十二郎怕是想不喜欢都难。安然说笑了。传长公主的话，沈家承办宴席辛苦，若喜听诗论道，还请留下一同宴饮。多谢殿下，有劳娘子。有劳了，长公主殿下请各位也一同入席，品鉴佳肴。哎不，哇，没想到长公主这么通人性，请咱们也去啊！你看看你用的这个词儿，这个没文化劲儿的。凤霞，这长公主这么有人性，咱们不妨去看看。你这又说的是什么话？哎呀，这既然长公主来请了，也不能不给人家面子呀。啊，那是啊。阿季我是肯定放心的，就是你们俩，我觉得没问题啊。你们可一定要记住了啊，这是长公主府，规矩森严，而且今天来的可都是有身份的。对对对，一定要低调仔细，一定要低调仔细，你听见没有？我肯定也是没问题的呀。尤其是你，申公菜，一会儿一定要把那个嘴给我闭严了，要不然第一个就砍你的脑袋。第一个就砍你的脑袋。行了，你也闭嘴吧。啊，行，快收拾一下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来，谨慎仔细啊。三郎请。哎呀，真好看。长公主殿下今年未择桂香酒楼承办诗会，说是请过太多次了，想换换口味。柳郎君觉得这新请的厨子如何？是与众不同。这个里有西域葡萄酒的味道，这个则有胡椒味。我从未想过，这些竟能用在点心里。没想到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个主意啊，也就是我能想得出来。原来这是你们做的。嗨，不知殿下是从何处请了你们几位来？就是。回郎君，就是有人举荐我们家承办了这次宴席。是，是林少尹吗？听闻他举荐了在聚贤巷摆摊的沈家，长公主殿下也是十分满意。真的？就长公主都满意了啊？是。哎呦喂！你们家做的煎饼果子、羊肉串和饮品啊，某也是尝过的，是挺有巧思。哎呀，我也一直想与你们请教美食一道。哎呀，这太客气了，请教不敢当，切磋，切磋就行。沈先生，啊，沈先生，都是兄弟，没事。来，哈。久闻少尹才名，还想请少尹来我家吃饭，不知可否赏光？少尹喜欢什么诗词？可愿到王县柳家举办诗会啊？少尹可爱耍鸡居啊，马上鸡居不喜欢。那蹴鞠呢？下回一起啊。少尹，某乃七姓之中的卢氏，特请少尹赏面来家中论道。多谢啊。喝。区区商贾，竟还攀附上京兆少尹了。